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菠菜加上它，堪称老花眼克星，眼睛明亮视力好，还可以降压、降脂、降胆固醇，润肠通便，排除肝毒。如果您还不知道，那么赶紧跟着视频了解了解吧。春季万物生发，是养肝护肝的关键期，青色入肝经，春季多吃绿色蔬菜可以养护肝脏，而春天是菠菜最嫩的季节，此时的菠菜呢称为春菠，根红叶绿，鲜嫩异常，尤为可口。常吃菠菜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，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，这种营养素对于预防眼睛衰老，导致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。同时，菠菜还是维生素 B2、贝塔胡萝卜素的好来源。常吃菠菜呢有以下好处：一、防痴呆。菠菜富含叶酸，叶酸对维护神经系统、调整情绪都有帮助，对一些老年痴呆性疾病的预防呢也有一定的作用。二、养肝明目。菠菜富含胡萝卜素和叶黄素，有维持视力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三、补钙。菠菜中本身就含有丰富的钙质，而且它富含维生素 K， 有助于促进钙的合成，所以菠菜呢是很好的补钙蔬菜。四、护心。菠菜中的镁元素含量非常高，在常见蔬菜中名列前茅。镁元素呢是心肌律动的调节剂，常吃菠菜有助于护心哦。你们一般呢都是怎么做来吃的呢？现在我们先来清洗菠菜，把菠菜放入大盆中，再往里边呢加入1小时盐，少许的小苏打。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溶解开后呢，将菠菜浸泡10分钟。把根部的泥土泡软之后，我们再用手轻轻搓洗，特别是夹缝和根茎部位。经过食盐和小苏打的浸泡，顽固污渍已经变得松软，这时我们只需要轻轻搓洗就能够完全清洗干净。所以菠菜的根部千万不要去除。菠菜的根营养成分呢比菠菜叶还要丰富，而且这种菠菜根味道香甜，烹饪起来口感非常不错。将污渍搓洗过后，我们再换水将其漂洗2次，这样菠菜就清洗干净啦。加入了食盐消毒杀菌，清洗过后的菠菜根呢也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。漂洗过后控水捞出，将其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水，多来一点，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后，我们下入菠菜焯水。菠菜焯水能去除大量草酸，因为菠菜属于草本植物蔬菜，本身呢含有大量的草酸，而草酸摄入人体呢本身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会导致身体钙元素利用率大幅度降低，而焯水呢就可以有效的去除草酸，所以吃菠菜之前呢必须焯水。焯水时间呢就控制在30秒到1分钟之间就好，而且焯水可以有效的让菠菜变绿，后续烹饪出来的菠菜呢就能保持翠绿诱人，且口感爽口新鲜。好了，焯好水的菠菜呢，我们将其控水捞出，放在菜板上。等到其不烫熟以后，我们将菠菜切成小段，这样更方便使用。切好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将其切成薄片过后切成胡萝卜丁。众所周知，胡萝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果蔬类食物，正因如此，胡萝卜还有个别名叫做小人参。那么多吃胡萝卜到底有哪些功效呢？不得不说的就是其益肝明目。常吃胡萝卜呢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眼部疲劳的作用，对于那些经常用眼的上班白领或者是学生族来说，胡萝卜算得上是日常必备的蔬果。除此之外，胡萝卜呢还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、维持眼部视力的作用，增强免疫力。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木质素，而木质素具有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，
对于那些长期待在雾霾比较严重的城市的人群来说，经常食用胡萝卜呢，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功能。3. 促进肠道健康。胡萝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，植物纤维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吸水性。正因如此，经常食用胡萝卜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功效哦。现在切好的胡萝卜也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适量的小米。这里之所以选用小米，是因为小米相比较于大米或者是其他米种，在营养上都更占优势。小米含有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、脂肪、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一般粮食中不含有的胡萝卜素，小米也有，特别是它的维生素 B1 含量居所有粮食之首，所含的铁量呢也很高，磷也丰富，是其具补血、护眼、健脑的原因。而且小米质地软脆易软，所以常被用于制作成小米粥食用。做好的小米粥清甜可口，营养更暖胃。现在我们将小米淘洗干净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把小米轻微淘洗。因为米中含有一些水溶性的纤维素和无机盐，所以无需反复淘洗或者用力搓洗，轻微搅拌即可。然后将脏水倒掉，跟着我们将淘洗过后的小米倒入炖煮锅中，亦或是砂锅都行，但千万别用铁锅来炖哦，铁锅会让小米粥发黑。胡萝卜也可以加进来了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水尽量一次加够，这样熬出来的粥营养更丰富，口感更浓香。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再转中小火煮上30分钟。期间我们来准备适量的枸杞。枸杞可是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的食物，枸杞作为中药，每天的少量饮用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，非常适合长时间的用眼过度、视力疲劳，中老年患者出现的年老体弱、眼睛看不清，甚至眼屎过多等一系列的相关眼睛疾症，都可以通过枸杞来进行辅助的调治。这里加入枸杞，营养效果更佳。下面我们来将枸杞清洗一下，加入清水，水量要淋湿枸杞，再加入面粉，然后下手将枸杞搓洗1分钟。因为枸杞在晾晒的过程中，表面会变得非常的皱褶，褶里边呢会有很多的泥土，是不容易清洗的。面粉的吸附性呢非常的强，这样搓洗过后能够带走枸杞表面的污垢，跟着用清水冲洗一遍呢就可以用了。爱吃枸杞的朋友呢一定要学会这个小妙招，这样清洗过后的枸杞才能吃得更加放心。好了，清洗干净，也将其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这边小米呢也熬煮的差不多了，煮粥时间稍微长点呢肯定会比较粘稠，如果时间短了，米是米，水是水，水和米没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自然就不好喝了。所以煮粥时间上呢也要多注意，着急不得。像这样香味浓郁呢就熬得差不多了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将菠菜、枸杞放进来了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入个底味即可。再多的调料呢也是画蛇添足了。搅拌搅拌，煮上2分钟呢就完成啦。枸杞不宜久煮，煮得太久，枸杞中的营养成分呢会被分解，效果大打折扣。在这个乍寒还暖的时节，也是百病易发的时候，我们的饮食也应顺应时节的变化而做出调整。俗话说，春热易醒酸增肝，以养脾气。春天应该少食酸辣，多吃一些滋养脾胃的食材和新鲜的应季蔬菜，例如小米、菠菜。小米易消化，而且还很养胃，菠菜又含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这碗粥看似普通，但营养还是很丰富的哦。别吃白粥了，给家人熬一锅小米菠菜粥吧。每天早晨喝1碗，滋补身体，护眼养脾胃，眼睛明亮视力好。
还可以降压、降脂、降胆固醇，润肠通便，排出肝毒，去除春燥，记得多煮给家人吃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